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选资源有原则，不接无意义剧本。在如今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娱乐圈里，很多演员都被迫卷进一种高频曝光的竞争模式，新人不断出现，平台项目快速更替，流量和热度变化的比天气还快。于是，不少艺人为了维持存在感，只能不断进组，频繁营业，甚至来不及认真消化一个角色，就已经开始准备下一部戏。可偏偏在这种越来越浮躁的环境中，谭健次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少见的清醒感。比起追求作品数量，他更在意角色本身是否值得出演；比起短时间的曝光热度，他更在意作品最终能否留下来。如今的他，在资源选择上明显越来越谨慎，也越来越有自己的判断标准。很多人发现，谭健次这些年接戏的节奏其实并不算快，尤其是在热度上升之后，他并没有像很多流量演员那样疯狂无缝进组，反而开始更加挑剧本、挑角色。对于和自身气质不匹配的项目，他不会为了维持曝光强行接演，而对于那些情节空洞、角色单薄、没有成长空间的剧本，他也始终保持谨慎态度。这种选择，其实在当下的内娱并不容易，因为对于很多演员来说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消失。一旦长时间没有作品播出，热度就会下降，讨论度也会迅速减少。所以不少人宁愿不断拍同类型角色，也不愿意停下来等待更适合的作品。可谭健次显然不是这种思路，他很清楚，一个演员真正能够被观众记住的，从来不是一年拍了多少部戏，而是有没有塑造出真正有记忆点的角色。流水线式的同质化作品或许能够维持短期曝光，但很难真正帮助演员成长，甚至如果长期停留在固定模式里，还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。而谭健次这些年的作品路线，其实一直都在努力避免这种重复感。他没有永远停留在同一种角色类型里，有时候是温柔克制的角色，有时候又能展现锋利压迫感，既能演情绪细腻的人物，也能驾驭气场很强的角色。从现代剧到古装剧，他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。这种不断突破舒适区的选择，其实比单纯维持热度更难，因为尝试意味着风险。新角色未必一定会被观众接受，新类型也可能带来争议。但如果演员永远只待在安全区里，久而久之就会慢慢失去新鲜感。而谭健次身上最难得的一点，就是他始终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。他没有被市场节奏推着走，也没有因为一时热度就急着疯狂消耗自己。相反，他越来越像那种长期主义型演员，不急于求成，也不盲目追逐流量，而是更关注职业生命力。其实现在的娱乐圈很容易让演员陷入一种焦虑状态，因为竞争太激烈，更新换代又太快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拼命维持曝光，害怕一停下来就会被市场遗忘。于是大家不断拍戏，不断营销，不断制造话题，久而久之，演员本身反而被流量逻辑裹挟。可谭健次这些年的发展轨迹却明显和这种路线不同。他不是那种靠短时间营销突然爆红的演员，而是一步一步慢慢积累起来的。观众对他的认可也不是因为热搜，而是因为角色。这种成长方式或许没有那么快，却更稳。因为演员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永远还是作品和演技。热度可以短暂制造关注，但只有角色才能真正留下名字。所以比起一年拍很多部没有记忆点的作品，真正重要的其实是一部能够让观众很多年后依然记得的角色。而谭健次现在的资源选择，
也越来越体现出这种思路。他不再单纯追求曝光频率，而是开始主动筛选真正适合自己的项目。对于能够提供表演空间、有角色层次感的剧本，他会认真考虑。但对于那些只是为了流量拼凑出来的快餐式作品，他反而不会轻易接演。这种宁缺毋滥的态度，在如今的内娱其实非常难得。因为很多演员在热度上升期，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疯狂消耗自己，趁着有人气，大量接戏，大量曝光，希望把流量价值最大化。可问题是，演员一旦长期重复同一种角色，很容易被标签化。时间久了，观众甚至会觉得换部戏也像同一个人。而谭健次这些年之所以能够持续积累观众缘，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始终在努力保持角色差异感。每次出现，都会尽量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一面。这种对职业的清醒和克制，其实比单纯爆红更难。因为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演员，从来都不是靠一时热度，而是靠长期稳定的作品积累。不盲目跟风，不随便消耗口碑，不接没有意义的剧本，也不为了维持曝光频率牺牲角色质量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其实是一种对演员身份的尊重。而谭健次如今最让人欣赏的，也正是这种越来越成熟、越来越稳定的职业态度。在这个越来越快的行业里，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，本身就已经很难得了。